各位，新加坡黄循財說了一番惡心的話，現在呢被中國的這些媒體啊，大部分是自媒體，現在官媒也上來了，批了都快10天了。这个新加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講過啊，新加坡把自己看作是一隻毒蝦，他就得找一大哥啊。那現在呢，其實呢，不僅黃循財，這個新加坡的前總理李顯龍啊，他在這個月初的時候和英國的智庫說，你問問印度的經濟還會繼續增長嗎？當然了，按照數據預測，印度今後的經濟漲勢會很好，印度是有希望將來趕上中國的，甚至是反超中國也並非不可能。印度最大的優勢就是年輕人口足夠多，而中國已經開始老了，人口也在下降啦。看見了沒有？那為什麼從這個李顯龍到黃循財，這個為啥不停的在埋汰中國呢？第一啊，就是心理上不痛快。中國的崛起讓很多人不適應。20年前甚至10年前，很多國家面對中國的時候還有很多優越感，但隨着中國的崛起，他們的優越感短時間內蕩然無存，這讓他們很不適應。你比方說李顯龍，他的人生大部分時間中國都很窮很落後，到暮年中國趕上來了，他的思維還不能適應中國的衝擊。黃循財雖然有華人的血統，但他的父親那一代已經是印度教的商人了，他本人也是印度教徒。由於印度也在高速發展，並且在東南亞影響很大，他身上的印度元素有助於和印度打交道。從精神層面來講，他可能更傾向於印度，而不希望中國的影響力過大。所以說這兩個人對中國那真的就沒有什麼這個公正的角度來看，明白吧各位？所以這兩天呢這台灣的這些名嘴們也對這個黃循財火力全開不要說黃循財沒有到中國大陸參加93閱兵去觀，他還特別飛到這個印度去會見莫迪。然後呢，在他之前，新加坡的這個資深國策顧問李顯龍飛到日本，對，接受石破茂授予他的日本的旭日獎章。對，就是在這個93這個前後這樣子啊。這樣子，你要知道2次大戰的時候，新加坡也被日軍佔領，殺了很多華人而且在新加坡的統治是非常非常的殘暴的。那可是新加坡好像沒有記錄這個歷史，應該跟這些亞洲國家一起來紀念抗戰也就是還有世界對抗法西斯的戰爭的勝利80周年。他居然在慶祝之前，這個李顯龍跑到日本去，在石破茂手裡領一個獎章。所以這個國家常常他會利用他的身份，他會利用，如果說他說跟中國大陸要談事情的話，我們是華人。對不對？對。可是他碰到西方人就說我們是英語國家，然後呢碰到日本的時候呢又說我們是什麼？我們是戰略上經濟上的夥伴。所以不要認為他的華人國家4個字就涵蓋一切他身份可能是分成4、5種。見人說人話。新加坡不能跟中國太好了，不然很多錢都不敢去啊。當然對不對？你去想那個道理嘛，就像瑞士不能跟美國太好嘛，不然很多錢怎麼敢去啊？現在他跟美國很好，所以很多錢也不敢去瑞士。不是對了，就是這樣嘛。他現在目前是怕美國在經濟上制裁他。你講的是尤其是服務業務了，尤其是服務業。我講的是灰色的錢吶，所以這個是最大的問題。可是新加坡跟瑞士是公認兩大。我跟你講，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因為新加坡要走一個金融中心他看到另外一個瑞士的命運他就知道他在美國不能得罪美國了，不敢得罪美國。對了。所以他基本上你看這次在這個關鍵時刻，他這幾個做法的話就是純自利。對了，他忘記他其他的別人他在考慮說別人不會報復我，所以我就做這件事情。那這裡面美國會整他了。美國就是因為他是絕對讓你知道你得罪我了以後，全球金融你的後果很大。對。那新加坡基本上的話，你說你要做這個世界金融中心，吸那麼多金，新加坡怎麼起來的？你知道？新加坡這個2波印尼的排華，讓新加坡賺飽。對，印尼華人的錢都進去了，東南亞的錢呢？當然都進去了。東南亞是政變不止印尼。這一波的錢，這一波的錢，對了，我跟你講，這一波的錢是哪裡的？全球華人對，還有台灣是，錢都往新加坡跑，所以他越在這個時候
他越對美國越顧忌，所以美國人叫他做什麼就做什麼。我認為新加坡不會主動做這些事情，尤其這麼敏感的這些敏感的這個軍事哈，這種哈所謂的聯合軍演這一類啊，把印度抓進來，這裡面。這個整個的這個東協國家裡面只有一個新加坡會做這件事，沒有一個國家對印度有好感。為什麼？你今天看印尼也好，馬來西亞什麼國家？回教國家，回教國家基本上對印度在他們境內迫害他那2億多的回教印度人是深惡痛絕的。對啊。可是新加坡今天就出來幹這種事，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國家有時候是現實過頭了，因為做了別人不清楚嘛。那我覺得長久的話，對他來講。過於投機跟現實沒有原則的話，我覺得他還是會付出代價的。中國大陸要好好修理一下新加坡。第一個，馬六甲海峽，印度不是域內國家。過去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他們經常就組成聯合艦隊在附近海域巡航。當然，這個對於所謂走私啦、反恐啦、那個禁止販毒啦、海盜行為啦，都有很大的幫助。那誰對於這個馬六甲海峽使用率最高？中國。他要找人聯合巡航，找的對象應該要考慮的是中國。你怎麼考慮跟你八竿子搭不到邊的印度來巡航？最基本的合理的解釋就是他想要拉印度來制衡中國大陸海權的擴張。那表面上印度跟美國關係不好，但是這是短暫現象，遲早他們會恢復關係的。印度很投機的，也就是黃循潮，我個人認定他就是在提早靠向這個四方安全對話，先找個陰影靠，要不然他會不知道說，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或者歐洲都在講一個叫做馬拉卡 dilemma， 什麼意思？馬六甲的困境，什麼意思？就是讓馬六甲一扼住的話，中國就會產生極大的困難。有沒有講過日本、韓國、台灣？沒有啊，都講中國大陸啊。然後附近有美軍的空軍基地，有美軍的海軍基地，這個擺在眼前的，就是中國大陸一直都被認為有戰略上的壓力，是來自於馬六甲海峽，所以中國大陸才要去搞什麼瓜達爾港啦，搞什麼中緬啦、這走廊啊等等，想要分散這個壓力。你今天黃循財刻意的去拉攏印度，來作為海軍巡航，這個態度還不夠清楚嗎？他有那麼外行，不知道怎麼解釋嗎？所以我個人看法是這樣：中國大陸要提防黃循財的背叛也要提防黃循財的作鬼新加坡人當然有新加坡人生存之道，但是中國大陸也有中國大陸壓抑新加坡的方法。很簡單啦。到今天為止，中國大陸很節制，他的遼寧艦、山東艦從來就沒有通過馬六甲海峽。Never。為什麼？自我節制。他過去的只有什麼052CD 這種驅逐艦通過，那通過也主要是去跟巴基斯坦或者是做聯合演訓，或者到吉布地區但是很克制的，從來沒有把航空母艦開過去，在那邊巡航或演習。我就建議中國大陸應該就要把福建號開過去。黃循財不是自稱福建人的後代嗎？就把福建號開過去，不要客氣，就在馬六甲海峽的東邊跟西邊去演訓。這個東西不要讓這個小家伙想要玩大車，門都沒有。所以我不認為黃循財這個對中國大陸是善意的，我認為絕對是惡意的。說一下，當年的一個侵略國家又起來了，你還有不警惕的嗎？是黃循財這個人呢，真的，你政治上的認知遠輸於前面2個新加坡的領導人李光耀、李顯龍。對，因為新加坡是夾在中國跟美國中間夾縫裡生存的一個國家，也靠着地緣戰略裡面賺到他的財富。沒錯，新加坡的前2任領導人治國是有方，游走於中國跟美國之間游刃有餘。但你黃循財根本就不認識今天的國際形勢。是，今天中國之所以這麼憤怒，就是因為往前看，日本又走上一個軍國復辟的一個路子，是又挑起了一個戰爭。你要新加坡，你憑什麼能夠代理東南半島所有國家有你同樣的看法？對，沒錯。
戰後這幾十年，日本的商業行為是到過東南亞，日本了、越南了、這個泰國了，對，但是並不能夠消除人家對你軍閥侵略的可能。是，所以這個問題你要說得到中南半島的認同，那只是你的看法，連你新加坡的老百姓都不見得認同你的看法，認為你在刷存在感，唯恐沒有你的，大家看不到你的目光，聽不到你的音量，是講這個話是叫做自不量力，下面就會有自取其辱，是，因為新加坡沒錯，你今天是有錢，是，如果中國大陸把泰國的航運通到印度洋的時候，你的商貿行為就少一半，北極航道再開發的話，你新加坡再少一半，所以這個問題啊，不能仗着美國的保護啊，在這裡講出不恰當、不合身份的話。是好。在中日關係緊張的背景下啊，有些國家呢就開始出來顯示存在感了啊，其中包括新加坡總理啊黃循財教中國人怎麼跟日本相處，這個就是讓那個中國很多網民嘛就很不爽嘛，覺得新加坡拉偏架啊，他對這一輪中日關係緊張的根源他不說，根源是我們提到過的高市早苗嚴重違規了嘛，就直接威脅啊，如果解放軍採取行動啊，他會行使自衛權攻擊解放軍，這個就比較搞笑了，對不對？一戰敗國你還主動發起進攻，這個太搞笑了，對吧？就引發了中方強烈反彈，甚至啊我們的大使館提出了敵國條款，對吧？那麼這一次呢，那個新加坡總理啊黄循財出來說話啊，說這個傷害者和施害者啊，打人的和被打的說，哎，你們都要冷靜，都要冷靜啊！這個是這個從常識上講，它確實拉偏架，對吧？這個呢，就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我們周邊環境的複雜性吧。新加坡這麼講呢，一是從他的國家利益出發，是吧？新加坡認為他是小國，需要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基本上他跟西方啊關係處理挺好，取得西方的信任嘛，所以國際資本就在幫他嘛。所以這個作為一個小國，它本身就會這樣的，就是機會主義嘛，左右逢源嘛。對小國來講，有時候堅持原則是不容易的，知道吧？那因為新加坡它的成功，這個成功它很大程度上是搭上了西方便車嘛。所以它那個雖然說是那個大國之間它左右逢源中立啊，但是肯定它還是有偏好，在中日之間肯定它是偏那個日本一點。那麼在某種情況講，這也是必然選擇吧，是吧？因為它本身就是很靈活啊，選邊啊。那麼現在因為整個西方還力量大呀，日本又是西方盟友啊，美國盟友啊，所以他從他的國家利益啊，從他的生存之道，我覺得他說這個話也正常。對此呢，我覺得我們政府可能也沒必要說太多，我們網民出來批評一下是可以的，政府可能沒必要說太多吧。政府就心知肚明就行了，知道我們這個周邊關係挺複雜的，是吧？應對的時候更注意方法就 OK 了。當一個人啊不明所以就勸你要大度的時候，你離他遠點就完了啊！別等打雷的時候，雷劈下來再劈着你。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